那即将发布的 Saga 呢，其实我们是有一些小道消息，如果不是的话，到时候你们看到那个车发布了，再来这一部影片里面打脸我。Bike已经陆续出来了啊，很多人都有在路上拍到整台包到好像斑马这样子的 Proton Saga。Yo, what's up？ 欢迎回到 Rider ATH， 我是阿豪 ATH。相信很多人一直有在关注马来西亚的这个汽车新闻的朋友都知道啊，马来西亚的这个 Proton 啊，宝腾国产一哥呢，将会在今年推出一个新款的 Proton Saga， 也可以同时配合 Proton Saga 这一款车啊，已经诞生了40周年了。影片开始前，就要来为大家介绍一个新款的、全新的 Very Good Job 的新车记录器，就是来自我们的70迈的 A510啊。这个 A510是一个前后双镜头的超高清行车记录器，它是具备5兆像素的 1944P 的解析度，还有 HDR 功能啊。HDR 是什么东西呢？就是那种背景突然间曝光，突然间又变暗，你过桥底的时候，它还是可以迅速的切换那一个光线亮度。当然，它也具备了 Sony Starvis 2 IMX675的这个感光元件芯片高动态范围提升10%，低光成像能力提升90%啊，还包括了 Dual Channel Recording， 就是前后拍摄镜头，而且还可以在同一个画面上面同时监控还有切换。这一台 A510 呢，它可以拍摄高达60 frame per second， 也就是讲你在开车的时候，有人快速切入你的车道啊，可以放慢来看，而且每一帧都可以保证非常的清晰，车牌号码、车身款式、颜色，通通都可以被清楚的记录下来啊。当然，这个 A510 呢也下放了现在最需要的 4G 无线网络连线功能。当你的车停放在 parking 的时候，如果有遇到任何的碰撞，它会立即向你的手机发送通知啊。比较旧的产品就有一个好像 ADAS 的功能，这一次 A510 也是有这一项功能，它可以侦测前方的这个车辆如果是很靠近了的话，它也会有这个前方碰撞预警功能。如果你的车买的是没有这种 ADAS 镜头，只要安装一个 A510， 你就有这一个功能了，花少少的钱就可以买到那么好料的功能，真的是性价比满满啊！如果你们想要买到这个70迈的 A510 或者其他70迈的产品的话，包括你看好像这种 Emergency Jump Starter Power Bank， 或者是各式各样的行车记录器的话，都可以到70迈的官方网店，我会把它放在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还有留言置顶区那边Shopee、Lazada 还有他们的 website， 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点击进去查看价钱啊。那现在就让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啦 ，Let's go。Proton Saga 现在呢，马来西亚卖着的要算是第几代呢？应该可以讲是第一代是最老的 Saga， 第二代就是 Saga BLM， 然后第三代就是现在我们买得到的最新的 Saga 吗？那即将发布的会不会是第4代呢？还是其实很模糊？为什么我讲很模糊呢？就要提到一下，你们知不知道马来西亚 Proton 车型里面卖得很不好的一款车就是 Proton CV。Proton CV 这一款车呢，虽然它卖到不好，但是它有把一个很好的 chassis 留下来，就是让它从 hatchback 版本的一台车变成 sedan 版本的 Saga BLM。Saga BLM 跟 CV 是用同一个平台、同一个 chassis， 但是引擎牙箱不一样啦。那 BLM 过后呢，就变成我身后这一台 BLM 的 facelift 版本，就是 Saga FLX 啊。Saga FLX 这一台车，我曾经短暂拥有过，大概2-3年。我的是一个 SV 版本 ，SV 就是 Super V6啊，超便宜的，那时候买真的很便宜。那 Saga FLX 过后呢，就来到了现在大家买得到的这一款 Saga 啦。但是这个其实也是 facelift 过后了的。facelift 过后的呢，它用了很多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些元素来 design 这台车，包括它的整个设计有一点 AMG 的感觉啊，前脸部分啊，后面的 bumper 啊，甚至它的 Sport Rim 看起来都有一点 AMG 的感觉啊。但是就是一个 mini AMG 啦。这台车呢，虽然讲它是从 CV 延伸出来的一个车型啊，但是它的销量真的很好啊，比起 CV 就是一个天一个地。CV 的销量我印象中真的不好。那 Proton Saga 到目前啊，还是 Proton 最好卖的车型，没有之一。它就是 Proton 最好卖的，因为它的这个价钱啊非常大众化，面向的顾客群真的比较多，很多人都负担得起，是一辆非常好的车，真的 Super Value。
A6啊，这辆车很好。以目前 Saga 这样子的价位买到这样子的东西，真的没有的好嫌弃了，很赞。但是如果它要出新款，当然我们希望它可以再更加提升，把更加 advanced 的一些东西增加到最新大改款，或者说最新小改款的 Saga 身上。那即将发布的 Saga 呢，其实我们是有一些小道消息。这个小道消息从哪里来呢？这个不能讲啊。但是一般上，如果你一直有在关注我的频道，一直有看我的 video 的话，你应该都知道我预测 MyV 跟预测ASIA的时候是超级无敌准的，准到我可以在那辆车连一张 spy shoot 都没有的情况下把它画出来，而且相似度还高达80%到90%。那 Saga 改款过后，我们不懂它是大改款还是小改款，就讲改款过后啦，它跟现在买得到的这一款 Saga 有什么样的差别？这个就让我来整理了一遍我自己所听到的小道消息，加上网络上面的很多 spy shoot spy shoot 已经陆续出来了啊，很多人都有在路上拍到整台包到好像斑马这样子的 Proton Saga， 还有一些我自己对 Proton 的了解，然后把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加入进去。那首先这台车啊，一定是用回同样的 chassis confirm， 如果不是的话，到时候你们看到那个车发布了，再来这一部影片里面打脸我。为什么我会这样有自信讲这个 chassis 会继续沿用呢？有好几点。第一点，这个 chassis 它真的没有什么缺点。这一台车，如果你有开过 Proton Saga 或者开过更早以前的，我们讲 CV 都好，驾起来操控表现真的很好，整台车很 solid。比起它的同级竞争对手，那个同级竞争对手真的是一个驾船啊 ，Proton Saga 就是驾车的感觉。再来就是，既然它可以用以前的 CV 的 chassis 延伸出 Saga BLM， 再延伸出 Saga FLX， 再延伸出现在买得到的这一款 Saga， 那它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为了省 cost。costing 这个东西对一个厂商来讲真的很重要。如果它的车可以无限的卖贵，那它可以无限的在它的研发、它的 R&D 那边投入很多的资金，然后做很大的改变。但是 Proton 是一台面向平民百姓的车，像我这种想要买一台普通车代步的话， Saga 绝对是首选。这样他们就不可能在 chassis 方面投入太多的资金，而且现在的 chassis 也不是讲不好用，现在的 chassis 真的很好，所以沿用这个 chassis 是肯定的了。然后会有做到什么样的改变呢？其实我记得好多年前啊，还不流行什么 Facebook， 什么时候啊，我们就有一个汽车论坛这样的东西啦，大家都会在里面讨论啊，就会讲为什么 Saga FLX、Saga BLM 没有配给 Electric Stability Control 或者 Vehicle Stability Control，OK， 一样的东西，就有很多大神啊在 comment 下面留言讲 ，OK， 因为这个车身结构不匹配啦，那个什么不够先进啦，车身结构的问题啦。可是来到了目前我们买得到的限售款的 Saga， 却有了这个 Vehicle Stability Control， 所以我觉得不是不可以，它一定是有办法的，只是要或者不要。所以新款的 Saga 一定会有 Vehicle Stability Control， 同时它还会增加更多更加先进的主被动安全配备，包括我觉得会有的 ACC 自动跟车系统。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我们可以在网络上面看到一些 spy shoot 是有拍到它的挡风玻璃上面有一颗镜头，当然那颗镜头我相信不是行车记录器啦，应该就是为了侦测前方车辆。侦测来做什么呢？最 basic 的就是 pre-crash collision， 就是防止碰撞，会紧急帮你刹车。那既然都已经有了这个功能，再加上一个自动跟车功能，我相信不是很大的问题，写一写程序 hardware 增加一点点应该就可以了。如果要有自动跟车功能，它的 power steering 一定是要电子 power steering， 那 Saga 目前不是电子 power steering， 还是 hydraulic power steering， 所以这个 power steering 系统他们应该会帮它换掉。那除了换掉 power steering 系统以外，引擎还有压箱方面肯定也会换掉，因为现在也是有看到消息讲 Cam Pro 这一颗引擎已经走入历史了，我们接下来再也买不到 Cam Pro 引擎的新款车了。哇，这一点很值得开心，也有一点感伤，因为 Cam Pro 真的陪伴我很久了。我有用过 Cam Pro Cosong， 我有用过 Cam Pro CPS， 我有用过 Cam Pro CFE， 不是用过啊，是拥有过啊。所以 Cam Pro 全家桶我都算是拥有过了。那走入历史了，也证明 Proton 正在往前进，正在进步，这个是可喜可贺。那个有一点感伤是我自己个人因素啦，所以好事还是有的。那会换上什么引擎呢？我相信将会换上的是一个1500
150cc NA 自然进气引擎，搭配 CVT 变速箱。Saga 我们从 CV 开始讲起，到目前我们买得到的市售款的 Saga， 它的变速箱啊，真的是一直在变。从以前 AMT，OK，CV 的时候是 AMT， 换成 4AT BLM 的时候，然后在 FLX 的时候换成了 CVT， 是一个超级无敌烂的 Punch CVT， 很难驾，也就是我当年的那一辆 FLX SV， 那个牙箱是烂到一个哇。到后来再小改款的时候，就变成了 4AT 啊，是一个来自 Hyundai Powertrain 的 4AT。到现在这个 4AT， 据说啦我也没有求证过，是已经换上 iSyn 的 4AT 了。其实我还蛮喜欢这个 iSyn 的 4AT， 也就是现在我开的这一台，它的牙箱、它的变速反应、它的换挡的这个流畅度，我个人很喜欢。所以如果它换上的是一个来自吉利的 1500cc 自然进气引擎，搭配 iSyn 的 4AT 的话，哇，这样这辆车应该会很好驾。但是据我所知，它应该会搭配在中国那边同样搭配在那一颗引擎上的 CVT 变速箱，只要不是判 CVT 应该都还 OK 啦。因为那一颗变速箱据说是 Chery 他们旗下的一个变速箱品牌也用了很多车型都没有听过什么 complaint， 包括马来西亚的 Omoda 5也是用同一个品牌的变速箱，所以我相信那个变速箱应该是会蛮有信心的啦。那讲到三大件嘛，就是车身结构讲完了，引擎牙箱我们也讲完了，还有一个东西非常重要的，就是整台车的外表会有什么样的改变。这个是来自于不可靠小道消息，但是每次都还蛮可靠一下啦。这台车将会换上 LED 头灯组，有自动头灯，尾灯方面将会像是 Proton S70 的贯穿式尾灯，就是从左边贯穿到右边去，但是一切都把它缩小，所以看起来它就是一台小型的 S70。那这台 Proton Saga 来到了40周年，那么是不是可以把它命名为 S40 呢？S for Saga 40周年 S40 又可以跟 Proton 的 S70 做到一个家族式的这个命名的方式。哇，我觉得我很强。不知道 Proton 有没有这个想法啦？我是觉得如果把 Saga 这个名字保留，叫做 Saga S40， 不就很赞吗？反正也是一个40周年，反正也是 S 开头，哇，又是一个 Sedan 车型，真的很赞。当然也会保留它的 Push Start Button 啊。Airbag 方面，我相信是会增加到4颗，这个 Curtain Airbag 应该就不太可能了。但是椅子旁边的 Airbag 那个不是很难的问题，所以我相信 Airbag 还是会增加，然后会变成4颗。所以在这个 NCAP 的测试可能会拿到不错的成绩啦。希望 Proton 不要让我们大家失望。所谓的失望是产品不能让我们失望，价钱也不要让我们失望。因为如果像我讲的那样，用回 CV 的 chassis 做了小小的改变，还是一些延伸，然后再用回大部分的配件，当然 dashboard 这些都会换掉啦。我听到的消息 dashboard 门板全部会换到完。那希望它不要在成本方面花太多钱，然后在研发方面也不要花太多钱，把价钱压到最便宜。我相信应该会5万起步啦，还是 OK 啦。因为现在 RCI 已经很贵了， Beza 也不便宜了，所以我觉得5万起步还是 OK。但是主被动安全配备一定要给足，不要拿人民的这个生命啊，用这个金钱来衡量啊。你有钱你买 high spec 你就买到安全的车，你没有钱你买 low spec 你就不安全。我觉得人的生命不能用这个钱来衡量，应该要一视同仁，主被动安全配备全部给好给满，就像现在的很多汽车品牌 OK， 除了 Proton 啦然后价钱方面低配跟高配可能差别就在皮革椅子啦、布料椅子啦，还是这个中央媒体啦，有没有 color screen 的 speedometer 啦，那些东西啦 accessories 用来区分在低配还是高配，不要拿安全配备来区分低配或高配。好，今天大概就先讲到这里，让我们一起期待 Proton Saga 40周年款发布。接下来如果有任何最新消息，我一定会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第一手的消息。如果有的去试驾还是什么的话，我也会第一时间做拍摄给大家啦。好，2025年新年快乐，希望大家一切顺利，出入平安。我是阿豪 ATH， 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啦 ，Goodbye。想掌握新车资讯、老车故事或者改车小贴士，关注 Rider ATH 就对了。但是如果你想要买车，一定要找我家分享茉莉啦。引用2句 Rider ATH 常讲的话：世界上没有完美的车，但是有最适合自己的车。无论什么品牌、任何车款，只要你有兴趣，你都可以私讯我，帮你找到最适合的爱车。联络方式就在影片下方，赶快联系我吧。